解放军正在演练突击桃园的要地，这个位置是在这里被他找出来之后，跆拳道馆连这个扛棒都给你做得很像，很多的细节他都注意到了，防无人机的钢架都已经做了。这张照片很明显具有很强的政治宣传、军事的准备意涵的效果。它是一个三军协同作战，各兵科都有。台北市你摆了炮兵，或在这边摆了炮兵，如果这一块这样起来的话，红色海滩登陆，我们要建立滩头阵地，我可以保障我的后勤的物资、后勤的战力，就是小人国、孤鲁山，最起码你小型的迫击炮你都打不到我。桃园、杨梅只是它行动方案，你们这些地形我准备的方案我都有。双方来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很多人都讲说老共这些军演都是华而不实看起来不是华而不实，而是很实际、很实诚的在处理未来跟台湾作战的一个问题。谁的训练扎实，谁就可以打赢这场战争。为什么军纪纪律很重要？你要有这个士气，我愿意打。部队的训练你不够支撑你的战术作为，你还是会失败。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模拟桃园杨梅上田举官跆拳道馆的一个街景那这件事情，军事的同袍的这些专家也都有讲到说，看起来是解放军正在演练突击桃园的要地那这个上田举光跆拳道馆的位置是非常关键的它在这个115市道跟81乡道交叉口，我们把它给调出来来大家看一下，它其实只是一个场景后面拍摄过去，然后一个小小的场景被它找出来之后，这个跆拳道馆连这个扛棒都给你做得很像，那后面是铁栏杆它也给你模拟我跟大家讲一下后来他们发现这几个军人里面对，蓝色背章这个是海军，这个是空军这个是陆战队的，所以说他们其实各兵科都有它是一个三军协同作战这个就是我们讲那个现场，就是说他有很多的细节他都注意到了。你去 Google 找随便都会找到。那这个街景真的设计就是故意的那铁窗这个铁窗这个位置是在这里就是这个有很大的军事意涵吧。这个是我们桃园嘛这是这个位置上这个线到这个上面在这里。这张照片很明显具有很强的政治宣传的效果，然后也有一个军事的准备意涵的效果。这个老百姓看不懂，我一看就知道说他就是做给我看的，然后做给军人看，而且要懂得军事人来看。你看他很多细节，包括他这个背章故意把它秀出来，然后他轮椅车架上面还装了一个钢架，就是防无人机的钢架都已经做了。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好，其实这个大家也先不要慌张，或者说解放军一定是这样打，不是，这我都知道，解放军怎么会不知道呢？只是说我们就这个地形来跟各位做个介绍。首先杨梅在哪里？杨梅是在这个地方嘛，对，你看这边叫湖口，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地形特别高出来，比较高？有，这叫湖口台地。那这一块就是林口台地，对，桃园机场在这边。对，我们前一阵子大家经常在讲红色海滩，红色海滩在哪里呢？就是这一段海滩。为什么是这一段红色海滩？因为它海水的坡度刚好大约是30度，也就是你经常会看到有一种场面，就是 LST 那种大型登陆舰可以直接抵岸，我们把它称之为红色沙滩。那有些因为沙滩的坡度不对，很远，它就要搁浅了。那这个地方这块山脉我们叫孤鲁山，就是小人国。那你想想看我们经常讲说是我们要建立滩头阵地，这就是标准滩头阵地。滩头阵地有个条件，就是说我后续来讲，我可以保障我的后勤的物资、后勤的战力可以源源不断、安全的上岸，这叫滩头阵地。所以我一定要对我滩头阵地有一个这个军事上面构筑一个防护的一个网。第一个是距离，最起码在敌人轻炮兵的射程之外。那你各位看看，你不管是在台北市你摆了炮兵，或在这边摆了炮兵，如果这一块这样起来的话，你是不是在这边红色海滩登陆？小炮了大炮我不敢讲，最起码你小型的迫击炮你都打不到我。第二个，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交通来讲的话，你看国道3号、国道1号这边还有省道。对，还有这边滨海线，还有铁路，也就是说，如果说我控制了这几个山头的话，南边的部队你就上不来了。所以这个地方相对于台湾的脖子，对，因为从这个地形来看，这个台湾的头是台北嘛，那这样一圈把你卡住，那你就跟脖子你下面都上不来啦。对，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那辆战车有没有？那辆是轮型的车辆，轮型车可以装在运荷石上面。就如果说是它的994这个主战战车的话，可能装不下。装的数量可能也没那么多，但是轮型甲车就可以，轮型甲车可以就没问题。有空军有海军，海军又是准备在这边正规登陆，或者是在永安渔港或者是观音渔港，在那边他做行政下卸，我就不见得要用抢滩，我一般的货轮或干什么，我就可以进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有海军，有空军的，就是他飞行员可以降落在桃园机场。
让这个2栖战车可以直接用飞机直接运下来，那速度很快。但是我特别要讲，桃园杨梅这个地方只是它行动方案。那我们这个行动方案来讲的话，我们有没有做好反制的作为？其实也有做好各种准备。比如说我们在湖口地区，我们也部署有重兵在这边。湖口这里有2个装甲旅，对。哦，所以湖口有2个装甲旅，其实很重要的是要防止我们的脖子被卡断。对，还有269旅也在杨梅高山顶，然后我们陆战队也部署在林口台地。好，所以说这个大家也不必特别慌张，因为我都知道这么多年了。但是它代表的含义是什么？代表含义就是说，你这些东西我都，老公来讲的话，你们这些地形我准备的方案我都有，我让我的官兵，让我部队熟悉这边街景啊、街道啊或路线啊，实际成熟，我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做作战来讲的话，我已经完成我的这种攻击的部队的训练。那我们台湾我们自己知道，这就是作战双方来讲的话，一定是所谓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哈。那我想有个疑问，就是很多人都讲说，老共这些军训都军演都是华而不实哦。那如果照这样来看的话，那看起来不是华而不实，而是很实际、很实诚的在处理未来跟台湾作战的一个问题。对，这句话我觉得是关键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些都不是军事机密，但是关键是什么？就是你训练的实不实在。最后要回到战绩，军事里面就是战略一定要知道你的战术，战术知道你的战斗。但相对的，就是战斗你可不可以支持你的战术？我有这个战术方案。对吧？我们国军你要这样子打的话，我就怎么样去反击？那解放军来讲，你要这样子攻来讲的话，那人家会怎么反击？他现在就是在演练这种。那紧接着最后就是谁的训练扎不扎实？我觉得谁的训练扎实，谁就可以打赢这场战争。应该说你能不能达到你的战术目的啊？对。你讲了很多，你排兵布阵，像我们现在每天讲很多很好听的话，很多的这个军官军人对于政治人物的要求，他都是一味的答应嘛。对，那讲很多好听的话，我们一定可以阻断，可以怎样？可是如果你的战绩不够精良的话，你想定这么多作战目标，我们驻几个旅都没有用。对，问题是你挡不住啊。就是你训练的精不精良嘛？你不能说到最后回归到你这个部队有没有士气嘛？好，为什么军纪纪律很重要？就是你要有这个士气，我愿意打。第二个，你训练的精不精良，对不对？同样的战车在你的手上，你这个炮打得准，在他的手上他炮就打不准，那就没有用嘛。你战术再好，你战绩、你的技能、你部队的训练，你不够支撑你的战术作为，你还是会吃败仗。那我觉得他这张照片放出来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我如果说是要武统台湾，我在杨梅这地方的行动方案，我已经在不但只是嘴巴讲，不是纸上做计划，而是我实兵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做训练了。我觉得他释放出来的是这个用意最大。我都觉得那个背后的山形很像我们观音山啊，对，这样子就有一种似曾相识感，哇，所以看得出来哦，他们作战。